现在最惨的不是没读书的，最惨的是那些读完大学找不到工作的。我今天同学聚会，我发现一个问题，一个宿舍6个人，4个找不到工作。后来才发现，另外2个是送外卖的。我辛辛苦苦考上了大学，上了4年，那上大学不就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吗？结果我上了4年大学出来，我根本就找不到工作。说实话，我其实有一点点后悔上大学了。我要是没有上大学，3500的服务员，管吃管住，可是我上了4年大学又怎么样呢？连一份4000块钱的工作都找不到。近年来，中国经济萎靡不振，失业者比比皆是，而大陆每年都有庞大的大学毕业生群体，毕业即失业的问题难以缓解，就连在深圳也很难找到工作。还有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但是在扣除必要的支出以后，剩下的钱根本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近日，中国一名法律系毕业的女生哭诉，她的每月工资是2500块钱，交社保就要扣掉1800块，然后呢，只剩下700块钱，相当于每天工资只有30多块钱。她解释说，为什么要交社保，是因为要拿到实习律师证，必须要有交社保的记录。如果不交社保，就没有办法成为实习律师，就不可能成为职业律师。我刚下班，我老板跟我说，我的社保从我的工资里面扣，原本2500块钱的工资，扣完社保1800，只剩下700块钱。我一天工作22天，就相当于我每一天的工资只有800除以22，30多块钱。而且我为什么要交社保，是因为如果你要想挂你的实习律师证的话，你就得有交社保的记录，你要是不交社保，你就没办法成为实习律师，你要是没办法成为实习律师，你就没办法成为职业律师。我每天上班都要6块钱的地铁，然后每天就相当于12块钱的地铁，自己要吃饭，我每天都在付费上班。这名女生表示，法学生要当公司的法务，必须要有经验，考公务员竞争也很大，还得是研究生才可以当法官和检察官。她哭着说，现在法学生实在是太可怜了，我现在靠的是我之前当家教和爷爷奶奶给的钱，不然我可怎么活？我不活算了，1分钱都没有，每天倒贴上班。这个视频引发大陆网友的共鸣，有人说，你经历的我们都经历过，坚持吧，坚持下来就好了。孩子别哭了，慢慢习惯就好了，谁还不是牛马？网上有一个段子，一个老板要招聘1个月2-3千的司机不容易招到，但是你要想招一个2-3千的实习律师，让他给你干活写材料，给你当司机，那肯定是一招一大把。这位女博主是一位律师，她觉得今年法学生找工作比往年更难了。我觉得今年毕业的法学生是更难的，因为我在律师群里面，我会发现对实习律师、律师助理的招聘其实更少了。那其实是因为跟律师的业务量有关，在经济寒冬下面，律师的业务量它也会减少，它受影响，那么它的自然而然对律师助理、实习律师这些岗位的需求也会减少了。连企业都想着裁员了，那其实律师行业也是一样的，不是说我们不努力，相反，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非常非常努力了。法学的就业有多惨，大家知道吗？作为文科里最好的专业他们的就业是极具代表性的。如果说这种文科好专业的就业都不尽人意的话，那其他的文科专业的出路又在哪里呢？我昨天找了7位广西大学法学专业本科生了解了一下他们以及他们班的一个就业情况。比我预料的要差很多。首先就是就业率的问题，他们周围的同学现在有很多都还没有找到工作，
包括我采访的这几位同学里面，也有好几个没有落实去处的。他们大概估算一下，他们专业的就业率目前最多只有50%，也就是说至少还有一半的同学没有工作。就业的人里面考上公务员的大概占比在20%左右。法学在考公界里面的地位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考公的第一大专业了，岗位是最多的，部门是最好，竞争是最小的。这种情况下，每年考上公务员的只有20%。在考公上岸的这些同学里面，大多数也都是4、5线城市或者是一些县城的公务员。像广西这边的南宁、桂林、柳州这种好一点的城市的占比都不是很高啊，因为这些地方也是同样的很卷嘛。这位博主表示，法学专业毕业生还有一个去向，就是去律所当律师。不过呢，去律所的人特别少，为啥呢？因为他得考通过法考，而法考通过率是很低的。就算有一个给力的亲戚帮毕业生进了律所，但在律所前5年他是挣不到钱的，月薪只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甚至有些人都养活不了自己。他建议，如果想当律师，最好还是去一些发达省份的城市，因为越发达地区诉讼案越多，请律师打官司的人也会越多。这位女生表示，自己所在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倒数第一。本人是今年的一届毕业生啊，法律专业。发现一个问题，我导员跟我说，我们法学院今年的就业率是倒数第一，全校倒数第一。我在思考，怎么了？法学专业全考公啊，就非等国考、省考什么各种考试也考，考完之后才能知道自己上没上岸，然后才能去找工作，是吗？法学专业到底是谁在读啊？别读了，就业率倒数第一。法学连续10年就业率倒数第一，居然被很多人称之为文科里的最好专业。想当律师，就算你考上了研究生，考过了司法考试，进入律所也只能当实习律师。那个活不是人干的，工资不到4000块钱，经常加班，既要参办各种案件，还要帮师傅处理各种杂事，都是跑腿的活。第一个卷宗就来回跑好多趟，好不容易熬成职业了吧，就得熬7、8年啊！因为没有背景，没有人脉，没有好师傅带，你连管辖的法院都不能确定，开拓案源更是无从谈起。法律考试正是职业，案源就是3座大山，没有能力考上名校，没有能力读到硕士，没有家族的背景去硬币，没有名师指路，你学什么法学呀？浩瀚的法律知识本就让人目不暇接，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更是能让那些刚毕业的孩子捉襟见肘。就算进了体制内又能怎么样？各种上级领导对案件的关心让你左右为难。你苦学了法理、法治、宪法、商法、经济法、刑法、刑诉、民法、民诉、国际法、国际司法，可是你发现这些人好像不跟你讲法呀。不但法学生找工作难，中国整体经济环境都在恶化，连深圳也是一样，很多公司倒闭了，很多人都失业了。博主江先生表示，深圳有很多的店铺都在空着，贴着转让，在龙华华润万家小吃街那一带，一整排都写着空铺转让，那么好的地段都是空着的，没人租。甚至很多小公司都倒闭了，大公司也都在降薪裁员。你说现在最饱和的可能就属于外卖员和网约车了吧？他们现在啊也是狼多肉少，大部分人下岗以后，他们都会选择去做外卖员、快递员或者网约车这一类的工作，去做一个过渡。而且现在深圳属于高消费的城市，成年人一份普通的工资啊，已经养不起一家老小了。所以大部分的男性工作、女性工作、男女老少都在外面工作。难以置信的是，现在的公司裁员到什么程度啊？一个人拿着一份工资，但是啊，他要干2到3个人的活，很想辞职，压力也很大，但是啊，不得不去赚这份窝囊费，因为不知道辞职了以后还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没有办法，活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个工具人。你们那里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不敢出去逛街，不敢出去吃饭，物价蹭蹭的往上涨，出去一趟超市吧，没有几百块钱下不来。现在啊，菜价可比肉价贵多了，睁开眼一家老小的花销就很高，勉强只能解决全家的温饱问题，更不要提什么小孩子的补习班费用了。你们新闻都看了吧？你说上学的尽头是什么？据新闻报道，北大健康传播专业的26岁硕士研究生黄女士，毕业以后选择留校当一名食堂阿姨。黄女士说，做食堂阿姨虽然累，但是不用脑力劳动，说下班就真的下班了，比很多大厂更快乐。很多兄弟说，难道上学的尽头就是食堂阿姨吗？就是您刚参加上学会出来，就是最大的感受是啥？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专业的问题吧，我是化工的。你还是化工？你是本校的吗？我是在理工大联培的。联培？对。联培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是那个科大的研究生，然后在理工大联培了3年。哦，你现在是大2。哦，你是本科生啊？对。哦。那这个，其实我刚刚也采访了一个，就是，而且，我还有一句话，就是人家就有的就上来就说他们要男生。这女生是不是特别不友好？就是工科这些。找工作的时候体现特别明显。好的。OK， 好。好的，谢谢。好。你们都找到工作了吗？我发现找不到工作的可不只是24届毕业生，22届、23届也都在找工作。这马上25届大学生也毕业了，这一茬一茬的大学生就像割韭菜一样，前赴后继的。这种大学只有入口没有出口，毕业即失业。大学成了一个只管销售没有售后服务的工厂。父母呢含辛茹苦供我们读大学，如今父母老了，廉价的农民工没了，我们又成了廉价的大学生，还不如当年的爸妈呢。回到家乡工作呢，又要托关系花人情费。我现在是醒悟了，中国它就是不缺大学生，缺的是交学费的人。博主莫叔40岁，985本科毕业，任职过全国顶尖的互联网公司，自己创业过，当过老板。这是他在青岛送外卖的第2个月。这2年经济下行，企业疯狂裁员，缩减编制，全国岗位断崖式下跌。在另一边呢，2025年高校预计毕业生1222万，比去年又多了43万。当岗位缩水，遇上史上最卷的就业潮，别说40岁的我们，多少应届生都得在家啃老。残酷的真相是，就算哪天经济回暖，新岗位也是优先砸向20岁的年轻人，也轮不着我们30、40岁的中年人。所以正在经历或即将面临中年失业的兄弟姐妹，咱们得把自救刻进脑门。我33岁开始准备退伍，35岁砸锅卖铁创业，结果选错了行业，直接栽跟头，不仅没躲开失业，还背了个创业失败外加一身负债。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